英式谁来晚餐，每集带你拜访一个家庭，并邀请他们的梦幻嘉宾上门共进晚餐。那有，无雨啊啦，下来。够晕啊！今天拜访的是住在台中大甲的单亲妈妈李怡和她的2个儿子。李怡38岁，地瓜摊贩；17岁就当妈妈的她，分别在3段关系中生了3个小孩。搬一袋50斤的地瓜该怎么使力？她有个身为人母才能体会的比喻。有的人他就不会出力呀，像生小孩一样，出错力气就会没有作用。来宾名单，李怡想了很久，最后找的都是8点档的熟面孔。张玉燕，然后陈佩琪、亮德，还有一个张国斌。因为我看电视只看29台，觉得他们演的都很好。大儿子郭廷伟13岁，国中1年级，他会想邀请谁呢？王大同嘛。小儿子李幼典5岁，因为脑部受过重伤，导致左半身瘫痪，智力受损。幼典喜欢的来宾是谁呢？妈妈、哥哥，没了。那你只喜欢他们2个哦？对。没有别的了吗？你们2个。那么多人。还有派派猪、猪爸爸，还有猪妈妈，没了。在今晚的嘉宾上门以前，我们先来认识这家人吧。周五傍晚，下班的人潮准备返家，迎接周末。李怡开着货车北上，才正要开始干活。下雨可以吗？可以呀，但是风很大的话不行，里面全部都会湿掉。弄个雨伞。点点，他刚才不能下来啊，他要下来。白咧翕你哩个姑姑，爱哭鬼。整理好摊位，李怡才敢把小儿子幼典抱下车，因为就怕一个疏忽，行动不便的幼典会发生危险。阿大豆，喂，啊你来这边啊？我在坐路的，啊来这内底。你要提我一地了。台北生意比较好，就是固定来买，住附近的啊都有啊。我也不知道人家卖多少啊，我不会去管人家卖多少。所以就我自己，我觉得我的利润这样子可以，我就卖，不一定是说一定要赚多少。做信用，客人比较回头率比较高啊。来看一下什么？你看到这种红的，嘿。李怡在台北西湖市场摆摊将近7年，累积的熟客很多。李怡会特地开车到台北，因为在这儿摆摊2天的营业额，在台中得卖上1周。较大呀，你听你的，较大就较大呀，哦，按摩的老师做过10年呢。那时候冬天，他都会煮馄饨，他自己包的。然后汤的，然后来给我们2个吃，吃一吃再来收碗。不止熟客很多，摊位就在人行道旁，也让警察常常来报到。人家要检举他才会来开吧？啊，没有影响到人家，其实都会给我们方便。对呀，啊，有的人觉得妨碍到他，他就会打电话。为了省去多余的开销，母子俩收摊后就睡在车上，等着隔天一早继续工作。用纱窗啊。
本来就看会到啊。安尼哦，你要安尼困哦，我会热死。你踮咧下骹就好啊。无你困车咱两个困看卖，安尼困试看卖。人哦，看谁较贤困哦。预备，开始。我困去啊。困去搁咧讲话哦。李怡总是带着孩子做生意，因为她不放心托给别人照顾。3年前，她在台北摆摊卖水果，第一次请保姆就发生了意外。就是说我儿子被送到急诊啊，然后什么情形啊，需要紧急做开刀手术啊，然后需要签那个病危通知单，需要签名啊，颅骨骨折啊，然后颅内出血，然后后来在急诊室好像是他把他衣服脱掉啊，才看到他的手脚身体都是伤，都是淤青，是医院通报警察过来。说小孩子全身都是伤，好像是虐童，没办法接受啊！那有这种代志，那有可能，而且那时候也才被带11天而已啊。幼典送医当时已达重度昏迷，且全身有多处挫伤。虽然顺利挨过3次的脑部手术，受伤的右脑已在肢体和智力方面造成伤害。无奈，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，而且是发生在我身上？因为事情已经发生，你再去讲那个都没有用。左手完全就不会动，左手左脚，然后眼睛看不到。其实他现在好到这个程度，应该是大家已经想象不到的好了。会走会跳还会讲话，让你抓不到。只是说他的智能方面都有伤到了。幼典的爸爸是李怡的第3任男友，2人没有结婚。事发之前已经分居，他在孩子出事后选择离去。遇到他来北是最倒霉的事，真的。做堕落啊，就是做一些对生活、工作没有帮助的事情。打人哦，是吸毒的时候才会起笑。以前，但是我也不怕他。我最讨厌跟吸毒的、喝酒的做朋友，然后不负责任、没有肩膀、没有担当、不敢面对现实的人。刚好他什么都有。李怡喜欢小孩，却排斥婚姻，因为有过不太美好的童年记忆。李怡的爸爸李琛渊经营这家传承5代的择日馆近40年。年轻时喜欢喝酒，造成家庭问题，夫妻经常吵架。10多年前和前妻离婚后，各自有男女朋友。目前单身的他和大儿子在外面租屋。李怡的妈妈则住在夫妻俩当初买下的老家。规日伊就是逐工啉，伊就是乱会拍人。你家庭无温暖嘛？啊，你囡仔伊大汉啊，伊家己有朋友啊，伊就个人自己发展啊。厝诶无人较大，谁较大？无人较大，拢是我一个人应付伊尔。因为他们都每天都在吵架啊，都打架啊，我干嘛回家？李怡在17岁那年怀孕。她想生下小孩，但爸妈很反对。啊，叫伊莫坐，伊要坐啊，讲袂听就无法度啊。啊，你家己做？有啊。哪好？啊，伊就唔听。我毋是唔听，我是想要生囝，无爱结婚。啊，伊阮老爸讲安尼袂使。啊，无咧趁钱啊，无咧啥，啊，你怎饲的是毋是咱都要搁饲？饲囡仔毋是物件咧，无爱用会使单掉。饲一个囡仔是爱付出爱心、责任，是较大汉的。我想生小孩，不想结婚啊，而是被他们抓回来结婚。只是生完小孩，她和丈夫却因为家庭观念不同而分开，女儿的抚养权都让给了男方。18岁那年，李怡到台北的泡沫红茶店工作，才又认识她的第2任男友，也就是廷伟的爸爸。2人曾经在家经营赌场，经济无虞。有时候就可能去赌博吧，或是你说那时候有当那个经纪啊，要帮人家介绍。
介绍去睡觉的那一种。我存钱筒都是3万，卷起来像迷津手丢下去。存钱是这样存，也是3万，因为每天都要用到很多钱，不可能你全部拿去存，然后要用的时候再去领嘛。两人交往了8年，就在大儿子廷伟出生前，这个家的经济又一系归零。我那时候在新增北路有买一个楼中楼，也是算签的，他1夜就输掉了，因为他是的咖，这输赢都不会走的那一种。他生完之后马上就离婚了，也是，因为他没有办法养。那干嘛登记结婚？啊，对啊，没讲那么多，想说要生小孩就去登记这样而已。啊，有跟没有不是一样？太阳晒屁股了。哎，起床了，太阳晒屁股了。李怡很珍惜和小孩相处的时光，即使经历3段无以为继的关系，还得扛着一家3口的经济重担。看到人家有的老夫老妻的感情也是很好啊，当然会羡慕啊。但是为什么我们自己都遇不到这种人呢？会互相尊重啊，然后就帮忙啊，就是不是钱的问题，是感情的问题。对啊，没有钱也可以过得很快乐啊。什么问题？太强势吧？就是一个人习惯了，就是有变成2个人有意见或是什么，就会比较不习惯嘛。跟他吃饭很麻烦，很累。有时候会觉得今天吃饭很吵，因为他觉得每次跟他出去吃饭，他都乱挨乱叫，很吵很丢脸。廷伟为什么不爱跟家人一起吃饭呢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今天拜访的是分别在3段关系中生了3个孩子的单亲妈妈李怡和她的家人。为了配合接送小孩的时间，李怡只有周末才到台北摆摊，平日则在家整理她和农民批来的地瓜，把它全部拿下来啊，拿下来整理啊，然后要去卖的时候再把新的放上去，再把旧的放在上面啊。不然你旧的压在下面，以下不是就坏掉了？有的是只有外表丑丑的，里面是好的，但是客人不会买。你也是让它坏掉，客人不会买。那也要买漂亮的，谁要买丑丑的？这是李怡一天当中比较清静的时间，因为小儿子幼点一放学，她就得一心多用了。讲袂使啊，吼！哎呀！不给他出去，他就起笑，俩公。然后你不理他，其实一下转移注意力他就好。就是要很强烈跟他讲，不可以，要不然我怎么这样开车带他四处跑？他刚开始会乱开门，现在不会，他还会拉手刹车，吓死。儿子受伤后，庞大的医疗支出和官司费用，让李怡至今背负100多万元的债务。在医院出入差不多1、2年，一个礼拜最少有3、4千，所以我后来就改卖地瓜跟南瓜，因为可以放。你1、2天没去卖，也不会怎样啊，还好好的。我欠债啊，100多有，就没钱啊，跟他借啊，可以借的都借啊。为了多赚一些钱，没摆摊的日子，只要路程不算太远，他会亲自送货给店家。
没有，没带钱。那下次再补给我就好。嗯，谢谢。谢谢。做哪个蛋糕？不知道哎，我们地瓜做什么蛋糕我也不懂。这个甜薯塔。里面是地瓜泥。嗯，对，地瓜馅。厉害厉害，好像100多哎，没注意，对不对？要100出啦。蛋糕这样小小一个而已，但是他们这边还算蛮高级的蛋糕，小蛋糕，下午茶，他这边是下午茶。许多网友和餐饮业者得知李怡的状况后，固定向她买地瓜。而前阵子李怡的货车坏了，热心的客人也很干脆。突然没办法去做生意的时候，都一些客人啊，然后帮忙播啊，然后去收集，就有很多有爱心的人，就帮忙筹这个钱。有的人是买地瓜啦，有的人是直接借我这样。就是他们说就是等比较方便的时候再慢慢还，就生活比较没有那么困难的时候啊。扣掉交通花费，李怡每个月能有3万多块的收入。虽然在生活上能省则省，但她还是有压力。爸爸因为这几年身体状况不好，决定退休。李怡打算接爸爸一起住，以防爸爸独自在家跌倒也没人发现。我做啊，要休息啊。我老啊2个膝盖已经退化了，不能蹲。要来再大。因为现在我哥现在很少在家，之前他是因为交女朋友，现在住女朋友那边，所以很少回来，所以现在后来都是他一个人而已啊。他常常跌倒啊、晕倒啊，都没人在，危险。我进前就会倒伫涂骹爬袂起啊，找咧念经，后背念唔知啥念经，甲我叫救护车送急诊，结果是横纹肌溶解症，欠钾离子啊。除了随时注意爸爸的求救电话，李怡也担心妈妈的身体。妈妈汤瑞英3个月前诊断出肝癌第3期，手术完已无大碍，现在每周得回诊追踪病情。这天早上，他陪妈妈到医院，排到下午4点才结束看诊。离开医院，李怡才想起另一个重要行程。因为阿贵去吃，无法度去吃，要叫伊麻烦伊帮我带一下。忘记4点下班，咱拖到较晚，袂记，叫老师给伊带转去因兜。无闲家去找地瓜啊，或是家里的事情啊什么的，一大堆，代志就这样。这些生活都乱掉，需要一些钱。像我爸现在没办法工作啊，我妈也没办法工作啊，要生活费啊，要一些有的没的，医药费啊。晚餐时间，担心家里桌椅不够，母子3人和制作单位约在外头用餐。李怡说，他们其实很少到外面吃饭。我要跟你一起做。不行，他不要跟你一起做，跟他吃饭很麻烦，很累。有时候会觉得今天吃饭很吵，因为他觉得每次跟他出去吃饭，他都乱挨乱叫，很吵，很丢脸。是这里啊，平常去别的地方没有那么吵啊。考量到小儿子的状况，李怡常对大儿子廷伟表达期望。有时候开车啊，没事的时候聊天呢，就跟他讲，拜托呀，较乖，以后大汉爱顾弟弟，伊弟弟袂晓。我一直跟他讲，我只剩下他一个依靠而已。对啊，但是郭廷伟是比较没有耐心，要慢慢培养嘛。他是直接讲说，你以后会照顾我们，就是我弟弟跟我妈妈，还有阿妈他们嘛。我就说，有能力就可以吧。
你不会觉得有点压力？原本压力就很大。庭伟上国中后念体育班，目前是自行车队的学生，每天放学都得留在学校训练。除了课业和体育成绩的压力，他也挂心家里没有人手帮忙妈妈。就是以前回家，原本是会帮忙的，是上国中之后就不会，因为回来练习有点累，就吃完饭睡觉就睡觉。平常我不会叫他帮忙，忙不过来的时候我才会，因为我知道他很累啊，要训练啊，要上课啊，都6、7点回来，6点多，早上那么早起来，因为他又很注重睡眠的，超会睡。不过，这样忙碌奔波的生活，也意外地让庭伟找到自己的兴趣。自行车是他在妈妈车上最常看到的风景。感觉骑车就很开心啊，常常跟妈妈出门，就是小时候看到别人在骑公车在路上，就是觉得很快，就想要知道为什么可以骑那么快。4、5年级的时候，我跟他讲说，我6年级要升国中的暑假再买给你，就这样。然后暑假我就买给他，用了1个月的薪水，还有就答应他的事啊，就这样，就跟他讲什么时候要买给他，他就一直等呢，他会一直提醒你。我不觉得读书才有前途，读书是基本的啊，做自己想做的、自己有兴趣的，这才是对的。当初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实现，我们也不能让我的小孩跟我一样啊。有时候我就是周转比较不行的时候，我爸还会帮我借钱。他也知道我很辛苦，还会感受到我对他好，我爸都不会。只是说讲的很那个很可怜，还是怎样？就是听他这样讲很难过。发生什么事情让李怡如此无奈？下一段马上回来。今天拜访的是单亲妈妈李怡和她的2个儿子，母子3人最近准备搬家，全部塞一塞，过去那边再整理。这个我们哥哥的制服，还好没有送人。以后我儿子小的要读这一间，可以留着。看这个我的衣服多漂亮，没穿过。这么可爱，工作怎么穿？平常搬地瓜锻炼来的体力，让李怡即使一个人打包也不费力。先放这里就好了，晚上叫儿子帮忙搬，都是房东的。你看他的小马桶，他在这里尿尿，然后我不让他去里面，才不会玩水。让小孩子就是过个正常的生活，正常人过的生活。之前都随便吃啊，根本没有桌子椅子这样坐着吃。你看，安尼坐在这煮饭煮好了再吃饭，吃好了去看电视，这样多好。李怡对新家很满意，生活上还默默多了些新规矩。有啊，参观完了换楼上。要哦。我弄得很干净呢，我弄得很干净，好不好？哇！而且你看我的楼上多用心啊！我楼上现在整个全部都铺，因为我爸他要搬来跟我住嘛，而且旧家那边离我妈妈那边太近不方便，而且又太小。李怡的父母已经离婚10几年，爸爸搬离前妻的住处，在外租屋，妈妈则住在一家人原本的住处。开完刀后，妈妈每天都吃得很清淡，煮一锅蔬菜和稀饭就解决了3餐。剩饭爱给煮的，才袂浪费。我煮什么啊？有红色的、白色的、绿色的、
就可以了啦。出院吼，拢这样的吼，吃了会惊呢。因为丈夫家暴的关系，10多年前她在社会局协助下诉请离婚。回想起这段过去，仍然心有余悸。暗时唔敢困，到今嘛同款，有那个恐惧在心里。因为不管是伊在咧啉嘛，透早在啉嘛，啉到暗嘛，暗就要醉啊，就要搁乱啊嘛，根本伊无要互你困啊。人是吼，往事只能回味，我们是往事不堪回首。所以足侪代志我拢不要。我较早吼，我甲你讲吼，较早拢活在仇恨当中。我有一股力量，互我活到今仔日，吼，就是那个仇恨。离婚以后，我就人就建议讲，你去教会，吼，听牧师甲咱讲真理、讲道理，吼，摕来用在每天生活上。所以我即马所有的事，我拢甲伊放下，无爱搁计较。小时候读书的时候觉得没有啊，就很无奈而已啊。啊，长大自己有办法做主的时候，成年了就不会想那么多啊。那爸爸也是爸爸啊，现在他也没有这样啊。李怡没有为家暴的事情疏远父亲，尤其最近几年，爸爸的脾气也改了很多。父母亲永远都是父母亲，兄弟姐妹永远都是兄弟姐妹啊，吵架也是一下就好，哪有人扣分一世人嘞？我都两边跑啊，谁叫我就去啊，人家没叫我也会去啊，我也是没事就绕过去看看啊，买个东西过去啊。我早油仔去啊，油仔咧也拢无用过，结果人客啊，拢要来啊，我来啊小料就好了。这个不是，是因为我来喝茶，拜托。上好。妈妈过去也曾在市场摆摊，开刀之后生意被迫暂停，加上子女们的经济状况也不太好，让她一直很焦虑。结果我还没请补助嘛，没请的啊。伊讲你有儿女啊，是儿女要抚养你啊，为什么要甲伊大遐？我讲你听吼，因老爸有残障手册，有咧请补助。伊即马伊哪毋来饲我？因为我无补助通领嘛。因老爸有补助通领。对啊，一个月补助也就4000多块，还不够他自己花啊。他原本住在那边，一个月房租要9000，还水电费，他补助剩下不够的钱也是我出的啊，对不对？李怡并非不能同理妈妈的焦虑，只是母亲对钱很没安全感，成了她最大的压力，而她夹在中间也很为难。所以我觉得他们眼里只有钱，你没有钱，你永远应付不了他们，再多的钱也没办法。不是亲情，只有钱。有时候我就是周转比较不行的时候，我爸还会帮我借钱。他也知道我很辛苦，还会感受到我对他好，我爸都不会。不是说讲的很那个很可怜还是怎样，就是听他这样讲很难过。可能每一个人会问我妈妈的时候，就是会先问我，很像就是在瞎猜一样，就是说什么我妈妈挣的钱都跑去哪里了，好像都在乱花一样。我有问了，我也知道我妈妈拿去干嘛，我只是不相信而已。我妈拿去载货，可能购入费那些吧，然后还有家里的东西要买，然后当时就很烦，就想不出来，就没有讲，然后就被骂，所以什么都不知道。就算和长辈之间有不愉快，李怡不希望影响小孩和阿公阿嬷的关系。要给小孩子有尊重别人啊、孝顺的观念。当然，我们大人
赚钱就是要给小孩子他想要的生活，这个是本来就我应该要给的嘛。就是我们刚开始可能比较乱，还没办法。当然是有能力的时候，就是尽量赶快去做，让小孩子觉得有一个家嘛。平常比较少会来拜拜啊，有时候就想说在家里讲，他也听得到，就保佑小孩子啊，然后家里面的人啊这样。像郭天伟他骑车啊，出去啊，开梯尾啊，安全啊，平安啊。啊，弟弟的话就让他就是看可不可以慢慢好啊，然后平安快乐长大啊，这样是最基本的。你没有最基本的，哪有可以再有别的？今天是嘉宾上门的日子，平时不下厨的礼仪，首先烦恼的不是今晚的料理，而是家里没有足够的餐具。有不？平常我们自己家里是用得到，买4个。这家人打算用什么料理招待来宾呢？煮那个啊，玻璃高丽那个菠菜，豆子炒那个菇啊，青菜。然后煮羊肉炉，然后还有一个鱼，这样。接近傍晚，听说刚收工的来宾才正要从台北赶来，又点自己先当起了神秘嘉宾。高看不起来。猜一猜我弟弟在哪里？自己打开。他们期待今晚见到谁呢？女的。是不是啊？啊，你要说对不对啊？佩佩就没来，啊，谁会来？你们2个。料理完成，炖了1个下午的羊肉炉也澎湃上桌。今晚的嘉宾会是谁呢？是演员陈佩琪、江国斌、张玉燕、亮哲、佩佩猪和他的家人，有可能出现吗？佩佩猪来啊！啊不！神秘嘉宾就要现身，下一段马上揭晓。我们2个都猜女生，为什么？不知道。佩佩猪来啊！啊不！猜对了啦！你看，美女好 ，Hello，小姐来，这送给你的，谢谢。今天的来宾是演员陈佩琪，她以8点档打开知名度，近几年也常有电影作品。最近演出的电影是获得金马奖最佳影片的《血观音》。我觉得如果有我个人，可以带给他很多的快乐，可以甚至是可以跟他分享我自己一路上跌跌撞撞走到现在，我真正获得的平静跟获得所谓真正的快乐是什么，可以能够跟他分享我这一路上来的一些小小的心得，我觉得那会是一个比表演工作更珍贵的一次机会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在等你讲开动呢。他已经在吃了。你要喊开动，我们才敢吃啊。好啊，来，谢谢。这2个菜就是我自细汉食到大汉的。自从接拍最新的8点档，陈佩琪工作忙碌，几乎每天吃便当。今天的家常菜不止让她惊喜，还勾起她的儿时回忆。怀念中的味道。高雄、台南就是。对，其实因为我很讨厌吃菠菜。为什么？因为炸的嘴拢有一寡食了拢会是磨磨涩涩的。因为它有它的营养。所以呢，家里我姑姑每次煮我就不高兴，但还是都会吃。然后这个也真的是印象深刻。台南、高雄那边很多。我们南部很多。啊，因为我总爱食这鱼豆嘛，爱食到阮姑姑有一阵啊，一天煎2皮给我。哥哥，现在如果妈妈多煮饭给你吃，你会觉得开心吗？会。所以你希望的是妈妈煮饭给你吃？没有。
蛮希望的。哦，儿子讲话了，我蛮希望的。对啊所以我觉得可能搬这个新家是一个很棒的重搬来这里新开始。第一也是因为我爸爸，然后第二是因为他。今年过年，恁就会当伫个遮位咯。爸爸迄个时嘛，等下甲你做伙大对无？下礼拜就出院。过年恁就做到这个啊？对啊，我为了拢一个人嘞。我那个来阮家。啊，各有一个阮前夫的。陈佩琪的妈妈在她2岁时离家并改嫁，爸爸则在她小学时过世。她由阿嬷和姑姑带大，虽然也一直和妈妈保持联系，却始终没有家的感受。到3港一间厝。例如说，我35岁那一年，我同一天发现我父亲跟我母亲这边2个家庭都非常嫌弃我。我妈妈说，她其实根本不想要我的出现，而且她觉得我的出生是对她来讲是一个莫大的耻辱之类的这种话。爸爸这边是觉得我后来长大了，我跟我妈妈这边很熟，然后觉得妈妈这边比较开朗活泼好玩，好像感情很好，然后叫我干脆去跟着我妈妈他们姓，不要姓陈了。这样，我没有父母亲在身边，我为了希望得到我奶奶、我姑姑多一点关爱的眼神，什么学校的竞赛我能做的我都去做，我国文很好，我拿回家。但是似乎好像从小到大，包括连后来我在演艺圈，我有得到一点点的知名度，我很开心跟他们分享。跟妈妈分享，最后得到的答案是：你动这里改就请，你动这里改就搞回。你安怎改演？我很伤心。其实那一天，我决定要自己打开这个世界，因为他们陈佩琪一度有轻生念头，是朋友的支持帮她撑过难关。我后来才发现，在我没有能够完成这件很笨的事情的时候。我才发现我身边，跟我没血缘关系的人，他们比跟我有血缘关系的人还要懂我、爱我、关心我。那个时候我是靠着这些好朋友走出来的，所以当下我懂了一件事：你要爱别人，你要别人爱你之前，其实你要先会爱自己。我的想法是，我在哪里，家就在哪里。就像你们一样，我相信你应该就是你甲2个囡仔去到倒，家就伫倒位嘛。陈佩琪27岁，以模特儿的身份入行，后来靠着8点档走红。李怡想知道，没有8点档的周末，她都在做些什么？都骗不了人的。你假日都在干嘛？我假日哦，我没有假日呢。我规日趟天哦，除了除夕夜甲大年初一，较电有休困以外，剩的。拢单摊会，拍8点档这几年，我有一个感触是说，我以前面面有钱赚，有知名度，行出去，什么人无熟悉我，然后，要毋过足忝的啊，我无通困啊，电视台重用你啊，制作人重用你啊，哪拍哪写剧本哪发脾气啊，我会当卖赚啊无？我爱赚袂用的吗？结果大概了了，然后一直到。我慢慢的去接受跟改变了以后，我才发现，无通困表示你有迄个才调，人才会重用你。而且你看，再往回推，这不就是我小时候渴望的吗？没有办法。陈佩琪乐在工作，还有一个原因，拍戏可以满足她生命中缺少的亲情。但是我可以得到一点点的满足，一点点是在哪里？就是。我特别喜欢拍亲情的戏。我唔知你捌看过我较早拍《真情满天下》无？高明、高叔，因阮阿公，我伫遐找着我跟阮阿公过去的感情，迄种感情。甲什么人演妈妈？有时候私底下得不到，电视上得到。对，但是那个只能一点点。当然。对，可是我觉得这样就很满足，因为我实际上生活没有的戏剧给我。但很奇怪啊，我在爱情上面我没有办法这样弥补陈佩琪曾有过一段婚姻，对象是交往14年的初恋男友。婚前她有许多憧憬，但对方外遇，不到7个月便离婚了。你家己应该有哪看我最痛苦的？他现在其实有再婚再生小孩，我也觉得 OK 很好，很祝福你。我当初甲伊做的时候，我最想要有囡仔的啊。
我嘛做有做这计划，结果我现在发现，还好我没有生，还好，真的还好我没有生，所以人生一直都在起起落落，你不知道你走到什么时候，你有的想法会不会改变的？对，像讲我迄个时候讲我遐尼好遐尼久，无想要结婚呢，然后身边的人一直催促你结婚，告诉你说你再不结婚，这样变成是应该的。嘿。啊嘛，有算应命该做还没去做。对，啊算命嘛，甲你讲，你今年若无结哦，你明年一定会分手哦。迄个感觉讲，哈，十几年啊，分手呢，哈，安尼咁好，好，结果咧，唔是共款离婚，对不？该注定爱分手的，就是分手啦。聊到感情，陈佩琪也很好奇，李怡的爱情是否有着落？阿金妈目前单身吗？对啊，还是有追求者？啊，儿子说什么？没有啊，你也在？你也在？因为每天都在家不出门。哦，我还以为是妈妈有秘密情人，除了工作之外，你会不会觉得啊，如果有个人来让我靠一下、抱一下、温暖一下也好？不是，我只需要人家帮忙做些什么啊。譬如说我们搬不动的时候，有人帮忙。对。但是好像没有。我也都常讲说，我遇不到好男人。后来发现是我遇不到适合我的。这个世界上适合你的那个人就是好的。相对像朋友也是。伊那适合你，一定跟你做麻吉。你有他需要的，你有他想要的。这就是。嘿哈。嘿，所以咱卖烦恼讲，咱是要找有适合的人，唔是讲一定要找一个条件偌好的。还是讲，伊一定会当为咱做啥？因为两个人爱多好到尾巴，迄就是适合。陈佩琪不必谈私事，但她曾因此受到一些批评。我今嘛嘛无啥想要交男朋友。一开始我嘛是分享我离婚了后的代志，有的人拢会讲啊，你就是为着要红要穿要有新闻啊，所以你唔才一直在讲你离婚啊那。我的想法不是这个。因为我的想法是觉得说，卡叔公我今天啊分享我的故事。有一个人和我影响讲啊，佩琪可以，我也可以，那我就觉得值得了。那我相信你也是一样。你今天看到听着陈佩琪的分享，李怡想起自己也曾经是其他单亲妈妈走下去的力量。而且啊，他说我是他的偶像，因为他说他到现在还是没办法走出来，走出失婚的阴影。对，到现在还想不开。他是看到我的网络看到，是电视看到，才让他能够慢慢走出那个伤。因为你的关系，让一个人有勇气努力走出来。我意思，是不是？对不？这是无形中，咱唔知影，咱无形中会当对人造成这么大的帮助啊。我们受别人的帮忙，真的，一行出来，有可能开始做大事业呢。人家需要我们帮忙，我也是帮人家一把。对，没错。东方人离婚之后，男生通常就是对小孩是可有可无，但女人就是宁可一无所有，大部分都会把小孩争在身边。对，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没有发现，经常是其实母亲节比父亲节还要盛大，你有发现吗？它重要。女生付出的比较多。对，然后其实子女心中的感受是很明显的。因为是妈妈生的。我同意我，你有同感吗？有啊，有。当然是我们也。陈佩琪知道廷伟正烦恼练自行车的同时难以兼顾课业，对，然后他想用自己的经历帮廷伟打打气。真的真心的觉得，我念国贸，我又会打乐器，我念英文系，结果我今麦练戏，偶尔唠几句啊，外国话的时候讲，哇，陈佩琪听起来好像蛮会讲的，就这样子。可是我以前学过的东西在哪里呀？没有意义啊，没有带来。对，可是我相信念书多念一点书，它可以培养你的心性沉静，所以我才说念书很重要，但它不是心理的东西，只是对外面来讲是帮助不到什么了，这是内涵。我觉得如果经历很多的人，他的人生比人家更精彩，但他也有机会比人家更优秀。运动很好，就喜欢运动而已，骑脚踏车，没有什么兴趣的。对啊，也没有什么坏习惯。对啊，爱睡觉而已。然后我们现在运动哦，谁不爱睡觉？我跟那人不知道哦，背会跳。哦，我拢嘛安尼，我迄阵细汉，定定拢困觉哦。你知道他们学校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我们在对面。过马路就到。安尼也当迟到哦，算你熬啦。
晚餐接近尾声，趁着礼仪带幼点上厕所，陈佩琪也鼓励评委适时对妈妈说出心底话。好，我等你。喜欢这个地方吗？还不错。那要多帮妈妈一点，好不好？所以你感觉出来你也是很爱妈妈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可以多跟妈妈讲说，告诉妈妈你爱她，要把握机会。啊，你尿尿好了。你们有没有等我？有啊，我们现在不就在等你？我觉得今天是我来享受家庭的感觉耶，谢谢你。有啥问题才来找我，不要紧。好，若想要去运动的时候，会使招阮囝去吃。姐你好生吼，我若想要食饭呢。食饭的时候，咱应该去食饭。我想要吃家常菜呢。那要坐车很远呢。对。有了彼此的勉励，希望陈佩琪和李怡一家人都能在未来更顺利，祝福他们。可以稳当的时候，很多事情，你原本希望的，跟你得到的，你是不同的两回事。那老天都会给你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安排，也是让你的尝试。我本来以为我今天是来给我的影迷一个开心的晚上，为他制造一个让他可能很难忘怀的一个快乐的回忆，结果没想到是他们疗愈了我，蛮意外的吧？但是不太清楚他的家庭，虽然是一个明星，可是家庭跟显示出来的不一样嘛。那时候去买菜的时候，其实我就有挑，想要煮什么给人家吃，是。这不是我们喜欢吃的啊，像我儿子他不吃鱼啊，但是我想他应该会喜欢吃啊，只要是改变到最后是好的，不要想法偏激，其实都好，不要像他讲之前就是有想要得不到别人的认同的时候，想要就是走到结束生命这条路啊。他现在这样也很开心了，快乐就好了。